抓鸡蛋是错的，拿个横杆给孩子手吊起来，在手上放着铅笔，放着钢镚，还听说物理器是吧？天字第一号规范是放松，凡是与放松冲突的技术训练都是错的。培养小朋友从小学琴，基本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经常和家长说手型不好了，那肯定对以后弹琴是有影响的。学琴必须要打好基础。一个很有高音乐成就的人，他的职业成就其实是有3个支柱：技术好、乐感好，再加上勤奋，是这个3大核心支柱。我们大家一说基础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技术的基础，你就忽略了还有乐感的基础，还有勤奋的基础。那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哈，技术天字第一号基础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技术天字第一号基础是放松，没有放松就没有灵活性，没有放松就没有速度，没有放松就没有耐力，最重要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没有放松就没有力量。为什么？钢琴这个杠杆下去以后，把这个枝子推上去，锤子甩出去，决定钢琴音量大小的是甩出去的速度。没有放松就没有爆发力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你力壮如牛，按一下这个琴键的时候，你是这样按下去的，钢琴根本没声。所以你会看到我们音乐学院附中的孩子手无缚鸡之力，出来的声音比你成人弹得大得多的声音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要能够克服这个几克的按下去的力量以后，真正影响力量的是触键的速度。还听说物理器是吧？你知道你练错了吗？钢琴的发力模式是速度，而这个弹簧握力器练习的什么？是慢速的肌肉的拉伸，会把你的技能练坏的。而我们大量的基础训练导致孩子僵了，完全跑不动啊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老师在手上放着钢镚，手上放着铅笔，脑袋上顶个铅笔，让干嘛了？规范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不灵活呀。听说手腕要摆平，手腕是拐弯的地方，怎么能有固定的动作呢？转弯的时候上来，转弯就下来了，对不对哈？弹和弦你可能话支撑你就这样了，有的时候你放松就这样了呀。手腕是应该忘掉的地方。我们老师可能只说过，既要放松又要支撑，对吧？没讲具体吧？哪要放松？掌指关节以上都得放松，只有掌指关节以下这个3个关节在发力一瞬间是支撑，其次还是放松。这是不是纯物理学的知识？还见过拿个横杆吧，给孩子手吊起来。你看那孩子，凡是带横杆的孩子，全都架着肩膀，对不对？天字第一号规范是放松，凡是与放松冲突的技术训练都是错的，不放松是最大的不规范。抓鸡蛋、握锯子是错的，为什么是错的呢？因为你想想，我们钢琴只要有一个拱形结构，只要是拱形，赵州桥和苏州桥都行，就是不能扣过来。而抓鸡蛋、握锯子，手扣过来了。你看这小指干嘛？大指这能弹琴吗？正确的手型是扶大腿，对，拿到钢琴上就 OK 了。最好的发力状态是你开会闲极无聊的时候敲桌子，因为它是有掌指关节动。那么你可能不知道吧，手指支撑是错的。有的老师按下以后还拿手按它，这是不是塌了？你想想，那个锤子都离琴都那么远了，按下去以后锤子就回来了，你那么大的力量在哪儿呢？正好不放松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只要完成发力，立刻就卸掉了。听说我要高抬指吗？拉得上去，再下来，对吧？紧张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琴键在这儿，凡是接触琴键面之前的力量都是浪费。注意，没用，从这开始才是有用的力量，对吧？你90%的力量都发在空气当中了，真正用在触键的一瞬间的力量很少。为什么速度上不去呢？因为你从现在开始抬起来这么高，再下去这么长，时间都浪费在空气中了。
乐感要不要打基础？也得打基础啊。乐感的基础是什么？是表现欲，是想表现，才有表现的如何，对吗？因此，我们要培养孩子想表现的基础。那什么人才能想表现呢？2大心理要素：有安全感，有自信心，才有表现欲，才有良好的乐感表现。但是我们的家长逢错必纠，纠错必成，孩子不敢出错。你没有培养出来不犯错误的孩子，你却培养出了一个怕犯错误的孩子。怕犯错误就不敢表现，不敢表现就没有乐感。所以当老师那么凶，家长那么凶，动辄就惩罚，甚至用很暴力的手段来惩罚孩子错误的时候，你可能恰恰没有意识到，正是这个教育导致了孩子未来乐感不好。勤奋要不要打基础？也得打基础啊。勤奋的基础是什么？是喜欢，是热爱。那么老师想什么办法能让孩子喜欢弹琴？但是我们大量的教育方法正好让孩子讨厌了弹琴，于是乎孩子没有勤奋的基础，他就不勤奋；没有表现欲这个基础，他就不想表现。